夫君刚重生，就说要休了我，另娶他表妹。婆母吓得甩他一巴掌：你表妹已经是宫里贵人，你说大逆不道的话，是想害死我们吗？夫君懵了，他不知道我比他早重生了4年，他表妹早被我送进宫了。上辈子夫君偏爱表妹，千方百计害我性命，这辈子我倒要看看他有能耐害皇帝吗？哦，等他发现他早就被我阉了，会更惊喜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给婆母侍疾，顺便在婆母房中用早饭。用完饭，婆母催我回去休息。现在回去，岂不是要有我第一个发现夫君的尸首？我拉过婆母的手，不急，母亲夜间脚凉，我今天给母亲缝几双睡袜吧。婆母一个劲儿夸我孝顺，又感叹我夫君的不成器。我笑了笑，听到院外急匆匆的脚步声，我的笑更真切了几分。却不料门外活蹦乱跳跑进来的是夫君骆玉章。我一惊，攥紧了手，仔细回想毒药可有差错。骆玉章却只是轻飘飘看了我一眼，就跑到婆母面前说：娘，我终于知道了，婉婉表妹才是我真正的救命恩人。当年楚莹冒领了婉婉表妹的功劳，离间我和婉婉，史记才嫁了进来。现在我要休了楚莹，娶婉婉表妹为妻。我一顿，只见婆母满脸骇然，猛地起身甩了骆玉章一巴掌。娘，你生气也罢，我的决心不会变，不娶婉婉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开心了。骆玉章捂着脸，固执地说。婆母指着骆玉章，气得浑身抖，而满屋子的下人全都低着头，大气都不敢出。我赶紧走过去帮婆母拍背顺气。骆玉章还是无知无觉，楚莹，要不是你离间我和婉婉，我根本不会看你一眼。你现在讨好我娘也没用，识趣点就去找婉婉道歉。婆母终于缓过气来。闭嘴！婆母瞪着骆玉章，急得跺脚。逆子，苏婉已经进宫当了贵人，你现在是想害死我们全家吗？什么？骆玉章满脸不可置信。今年才是光启7年，婉婉明明还因为我没娶她。骆玉章问。听到这，我确定骆玉章和我一样重生了，只不过他比我晚重生了4年。我抄起花瓶，哐当一下砸骆玉章脑袋上，骆玉章晕倒过去。我趴在婆母膝上，颤抖啜泣。婆母拍了拍我的手，对屋子里所有人说：少爷一时间发了一怔，刚刚的事谁都不要乱说。下人们齐齐应是，毕竟当众说要娶宫妃，不娶就一辈子后悔，这要传出去，骆家几个脑袋都不够削的。婆母又看向地上的骆玉章，面露心疼。我嗫嚅说：儿媳刚刚一时情急，夫君万一有个好歹可怎么办？婆母叹气，虽心疼骆玉章，却也只能说：他这孽障，多亏了你及时把他打晕。他环视一圈，还是叹气：阿莹，你亲自去喊门房请大夫，这房里的下人就别带着了。我连忙点头，知道婆母还要敲打下人一番。我出了婆母的院门，脚步就慢下来。我打骆玉章时有分寸，知道害不了他性命，但我可以慢点，让他多疼一会儿，多流点血，虚弱几分。他多受一分苦，我便多开心一分。正想着，我就看见骆玉章的贴身小厮急匆匆跑来。我问怎么了？小厮一下子有了主心骨，少爷他一早醒来，突然念着那位贵人的名字，然后问了我今年是哪年哪月，就突然跑了。我拼命追，还是没追上。我沉下脸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夫君院子里有哪些人看见了？我带着小厮回了院中，把所有听到骆玉章胡话的下人都聚拢，顺便收拾了我谋杀他的痕迹。我带着大夫回到婆母院子时，骆玉章也正好悠悠转醒。他梦一般喊了一句婉婉，婆母猛地站起来，又打了他一巴掌。我冲过去抓住婆母的手：母亲，夫君他受伤已经很疼了，娘亲还是先让大夫瞧瞧吧。表面一副爱极了骆玉章的样子，但我眼中全是讽刺。重生几年，我和骆玉章的恩怨情仇，本该随着他昨夜的死而一了百了。没想到这辈子的他死了，上辈子的他又重生到此。也好，上辈子他害我全家，让他轻轻死了，可不够解气。我和骆玉章自幼定亲，我家图他祖上从龙之宫有庇护，他家图我家巨富。我原本并不介意他有个郎情妾意的表妹，
骆玉章想养美人，多少个都养得起，只要他好好维持门楣，给我正妻的体面，让我家在生意场上借着骆家门楣撑腰即可。毕竟京中的权贵公子，像他这么纯好利用的，打着灯笼都难找。然而骆玉章他心悦苏婉，想让他当正妻，却又舍不得我家的钱财。在成婚之前，他和苏婉想了条毒计，让山匪掳走我，坏了我的名节。等我自己没脸当正妻，他再大发慈悲，允许我带着巨额嫁妆来给他做妾。我将计就计，打听到苏婉以骆玉章小时候的救命恩人自居，于是我在山匪之乱中设计苏婉丢下骆玉章自己逃跑，再拿出伪造的证据让骆玉章相信他小时候的救命恩人实际是我。骆玉章和苏婉生了嫌隙，把他送到了尼姑庵，欢欢喜喜娶了我。婚后我对骆玉章没多少感情，他能同意破坏女子名节的毒计，又能对以前深爱的苏婉弃之如敝屣，可见他无情无义又无德，所以我一直防备着他。但明枪易躲，蠢货难防。成婚3年后，骆玉章又和苏婉旧情复燃。看着苏婉受了3年清修的苦，骆玉章决定英雄救美，惩恶扬善，弄死我，霸占我的嫁妆，接手我的铺子庄子，续娶苏婉为正妻，让苏婉腹中孩子有名正言顺的高贵出身。这时骆家已经被我管成铁板，骆玉章、苏婉还有骆玉章他娘3人轮番对我算计使坏，都被我挡了回去。骆玉章奈何不了我，突然发疯，当众大喊要造反，说了不少忤逆的话，还说我楚家一直给他钱财，是他造反的同谋。他打算靠着诛九族来和我楚家同归于尽。我楚家伤筋动骨，献出半副身家，才求得皇上彻查真相，保住满门老小性命。然而骆玉章却是铁了心要我死，毕竟他此前就得了花柳病，本来就活不长了。在大喊要造反之前，他特意和染了疫病的灾民同吃同住好几天。我们全家和骆玉章一同被关押时，被他传染了疫病。后来我楚家全家都病死，死后尸体全被焚烧殆尽，尸骨无存。带着滔天恨意，我重生到了和骆玉章的新婚夜。试探过后，我发现重生的只有我，所以我从那时就开始布局。整整4年，就在我做完一切报复，毒杀了骆玉章这天，上辈子的他居然重生了过来。那正好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这回我让他死个明白。我看着还茫然着的骆玉章，大夫给骆玉章包扎了脑上伤口，低声对婆母说，只是皮外伤，静养即可。只是骆公子可不能再吃那些虎狼药了，心也要放宽些，他的脉象很快摸不到了。婆母脸色一暗，我立即背过身抹泪，用手帕遮住我翘起的唇角。大夫查不出骆玉章中过致命的毒。重生了1年半后，我为骆玉章那的妾陆陆续续生下孩子，他也就没用了。所以我让骆玉章那里成了废物。骆玉章当时急坏了，找了一个又一个美人寻刺激，又看了不少大夫。从刚开始顾忌名声，偷偷摸摸吃虎狼药，到后来病急乱投医，四处打听偏方，甚至迷信游方术士的炼丹术。吃多了奇怪的偏方和丹药，他的身体早就坏掉，脉象乱的太医都不敢说能治。如果骆玉章此刻对他自己上心些，就该仔细问问大夫的话什么意思。可惜骆玉章很忌讳别人点出他不行，一听就大发雷霆，甚至发狂打死过一个侍妾。所以大夫只敢隐晦提醒，连婆母也不敢触骆玉章这方面的眉头，只会私下让我管管他。骆玉章迫不及待挥挥手赶走大夫，出去，滚出去！娘，我有话问你。太医都没关上门，骆玉章就问，娘，婉婉表妹。我捂住嘴，夫君，你慎言，不可直呼贵人的闺名。骆玉章阴鸷盯着我，楚莹，你这个蛇蝎毒妇，你还敢？他婆母又甩了骆玉章一巴掌。骆玉章瞪大眼睛问，娘，你今天为什么总打我？我快步走到门口看了看，对婆母摇摇头，示意没人。婆母这才训斥道，骆玉章，你平日丢尽骆府脸面，我都认了，但是那苏婉已经入了宫，你心里再不舍，也只能放下。你想让娘也陪你掉脑袋吗？骆玉章猛地直起身，入宫？婉婉她明明在等我的，她说过一辈子都等着我，我还没机会对她好，
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娘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我心中好笑。骆玉章刚不举时，我安插的小厮给他支了个招，让他多看看各色美人，说不定会有反应。骆玉章听进去了，他逛遍秦楼楚馆，我时不时给他点解药，让他好一阵坏一阵。他还以为看美人有效，越发和花魁们打得火热。我趁这时间让苏婉回了骆家，让苏婉亲眼看着骆玉章对多少个美人说过相似的甜言蜜语。苏婉伤了心，又得知骆玉章不举了，权衡利弊后，他发现自己入了皇帝的眼，就果断入宫了。宅斗都搞不定的人去宫斗，哎，一入宫门深似海啊。婆母掐了我一把，示意我来解释。我假意说，夫君，婉婉表妹。骆玉章瞪着我，肯定是你这个毒妇。成婚前你就能算计我们，这次婉婉没等我，肯定也是你算计。楚莹，你也重生了。你重生后都做了什么？骆玉章挣扎着下了床。娘，我是重生来的。你听我说，楚莹这毒妇会害了我们全家。我一把搂住婆母，畏畏缩缩道：重生，这不是那骗了夫君3000两金的道士写的话本小说吗？婆母，夫君是不是为了治不举，疯了？骆玉章还在让婆母警惕我。婆母浑身一哆嗦，跌跌撞撞往外跑。阿莹，你说话也不能这么直接吧？快来人啊！没重生前的骆玉章，一听别人说他不举，就会发狂打人。我也紧跟在婆母身后，走到门边，趁婆母吩咐小厮，我回头对骆玉章说：无论苏婉如何，骆玉章，你这辈子已经成了天烟，好好感受我给你的惊喜吧。小厮迅速将门锁上，拿着大棒站在门口，看着婆母满脸菜色，我喃喃自语：夫君今日怎么又魔怔了？门内，骆玉章一声高昂的尖叫：为什么？我居然不行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声音癫狂。婆母发抖：阿莹，原以为你稳重，没想到你一说话又揭了玉章伤口，害得我也要躲出来。还有，玉章刚才说你……正在这时，门内传来花瓶落地的脆响。婆母脸色一变：我的磁州绿又平啊！我讽刺一笑：夫君如今在婆母的房间里，摔的都是婆母的东西。这几年，我刻意好吃好喝，捧着婆母。骆家以前虽然有地位，却没什么钱财，日子只是表面风光。是我来了，才让婆母真正享受到富贵生活。都说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屋里不断传来摔打的声音，婆母脸都皱起来了，不停跺脚。我轻声说：母亲，夫君这次脾气比以往更坏。要是他只是摔些东西，便是把整个屋子都砸了，把整座府邸都砸了，大不了我们一家陪他过清贫日子。但是他要再说那大逆不道的话，那可要连累全家都砍头啊！在我说过清贫日子时，婆母就连连叹气了。她一咬牙，玉章糊涂了，得把他关起来，免得他再说话被人听了去。莹儿，你可不能心软。2个武艺高强的小厮举着棉被冲了进去。骆玉章大叫：放肆！你们放开我！很快，骆玉章的声音消失。我趁婆母心疼地看着满地狼藉时，把手帕伸进婆母养的狸奴平日排泄的地方抹了抹，然后一把塞进骆玉章的嘴里。骆玉章呕的眼泪都出来了，狠狠盯着我。他双手双腿都被小厮捆绑了起来，如今像砧板上的鱼一样，只能拧动身体，根本翻不出浪花。我摇摇头：夫君，早知道我就不去买那什么琉璃，那道士也不会逮到机会骗你。婆母轻咳一声。几天前，我听说登州港即将有海运船带回一船珍贵物事，因此决定去给婆母购置一件寿礼。出发前，我请婆母照看骆玉章，婆母满口答应。然后我刚离京，婆母最爱的戏班子便要上一出她无法拒绝的新戏。婆母忙着听戏，让贾道士钻了空子骗骆玉章。我想的是，骆玉章因为贾道士的丹药死了，也绝不能查到我头上。婆母怕骆家族人说他耽于享乐，疏忽了看管骆玉章，定不敢报官查贾道士。心怀鬼胎的人，天然一同站在粉饰太平的立场上，刨根问底反而会暴露他们自身。所以，光用富贵迷婆母的眼不够，我要让他将自己认成害死骆玉章的同谋。婆母叹了口气：玉章，骆家上上下下，你的10几个孩子，
都还要活命呢。你别怪娘狠心，等你冷静了，娘再放你出来。骆玉章的眼睛又瞪大了。上辈子他只和我有2个孩子，后来苏婉怀了一个，但没出生。婆母撇过脸，来人，把少爷带回房关押。只是关在房间可不够，骆玉章只有死了才会安分。我对骆玉章挑衅一笑，我抽抽搭搭对婆母说，娘，几天后就是婉娘娘的生辰，想必夫君也是因此才突然发疯。我想把我这几年做皇上积累的功劳，到皇后娘娘那求恩典，让婉娘娘能出宫一次。不行！婆母大惊失色，绝对不行。重生后，我面子功夫一向做得极好，府里府外尽人皆知，哪怕骆玉章不举，我也像中了迷魂药一样爱他。如今婆母生怕我真的不顾一切创造机会，让骆玉章和苏婉再次相见，所以她特意下令不准我去探望骆玉章，为此特意把骆玉章从舒适的院子转移到祠堂的偏房关押。晚上，我提着一壶药来到祠堂，骆玉章一见我就蠕动身躯。上辈子为了阻止疫病蔓延，所有病死的人都要火化。当时我阿娘还没完全断气，火一烧，她疼得坐起来，比骆玉章更无助、更痛苦的挣扎。所以我直接把一整壶药都灌进骆玉章嘴里，他嗓子立刻起了许多血泡。骆玉章不停干呕，颈侧青筋都挣了出来，却只发出嘶哑的声音。他哑了，我不会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我怕他再发疯。他这种人走到绝境就不管不顾，拉所有人下地狱，所以直接让他死了我才最安全。就算暂时不死，也要让他嘴说不得，手脚动不得，眼睛看不得，只有一双耳朵听着我这几年对他做的所有事，只能承受一切，却不能发泄，不能抵抗。我是特意做出深情的样子，让婆母把骆玉章关到祠堂来。祠堂的偏院平日没人，意外有一窝毒蚁在此安了我。我给骆玉章灌了混着蜜糖的蚁毒水，现在已经有蚂蚁往他身上爬了。看着蚂蚁，我说，骆玉章，苏婉是我故意送进宫的，她真心爱过你。现在她孤零零进了宫，做了最底层的贵人，没有家世，没有宠爱，人人可欺。去年冬天滴水成冰，她被罚用冷水洗衣裳，可真是惨。骆玉章手都握紧了，举着手想打我，我也不客气，抓起一根木棒，狠狠一敲，骆玉章疼得跌倒在地。我微笑，你跪下来磕头忏悔，我就告诉你苏婉是怎么入宫的，真相一定扎心。可骆玉章陡然重生，什么都不知道，除了痛苦却扎心的听，他没得选择。他歪歪扭扭跪下，我从袖里掏出2个灵牌，骆玉章面上闪过一抹疑惑。灵牌上是我上辈子2个孩子的名字，一川、西之。重生后，我能救下所有因为骆玉章而枉死的人，除了我的2个孩子。骆玉章一下一下磕着头，我在心里说，一川、西之，你们父亲亏欠你们的，我会让他用命偿还，你们安心投胎去吧。骆玉章或许也心有愧疚，跪拜了很久很久。许久之后，我解开他手腕，他拿起纸笔写下，莹儿，以前是我错了，可你不该不给婉婉活路，如果你……我可不愿意听他的屁话。我一把扯掉他的笔，骆玉章，我下药让你变成天烟，你已经不是男人了。苏婉也进了宫，此生和你再没有任何可能。他的确一直在尼姑庵等你，可我给你安排些花魁小妾，你就没空管他，所以他一伤心，主动入了宫。哦，他也知道你不举，你不光失去了他的爱，在他面前还情分面子都丢了个干净。骆玉章不敢置信地查看下身，没了笔，他手指沾着喉咙里的血泡，在纸上一会儿写我毒妇，一会儿写婉婉，一会儿又问天烟的事。坏消息太多，他忙不过来，血水都不太够用。我微笑，在你重生之前，你已经用了很多方法治疗不举，现在全京城都知道你不行。骆玉章越发激动，我不得不用棍棒帮他冷静。刚重生那会儿，他就算听说自己不举，心里也还觉得能治，而现在我粉碎了他的一切希望，让他真正体验如遭雷击。他痛哭流涕，用手指写字骂我。我继续说，你的名声也烂透了，刚成婚就强娶几10个妾，日日上青楼，太过荒唐，
史官都写了史书骂你。后来又变成天烟，为了治病吃癞蛤蟆和金枝治疗，成了一个人人嗤笑的废物。对，这些史官也详细记了。史官刚正，不好贿赂，所以我帮他那个嫁给负心汉的女儿重获新生，却执迷不悟，始终痴恋骆玉章，这才让史官气不过，记史时极力讽刺骆玉章。我又秘密找人写了很多话本子，编排骆玉章治病的方法。反正骆玉章死前死后都会有无数人知道他吃屎。我看着骆玉章苍白着脸抠嗓子，嘲讽骆玉章，如今你也算史书留名了。骆玉章以前也曾功名有望，上辈子我从成婚前就想着，婚后我会用心打点后宅，结交命妇贵女，祝骆玉章平步青云。毕竟他走得越高，我们楚家的庇荫也就越大。哪怕是后来他想算计我的清白名声，我成婚后也还是顾全大局的做了我该做的，着实让他过了一阵春风得意的日子。这辈子我还记得前世一朝登科的寒门举子，干脆提前结交了他们，又靠着先知得了皇后娘娘的倚重。我的助力越来越多，不再只有攀附骆玉章一条出路，他却只剩下被我利用这唯一价值。从前旁人会说我楚家高攀他，4年来形势逆转，人人都说骆玉章拖累了我。我怜悯地看着狼狈的骆玉章，你今日重生时，一定觉得重生了肯定能把我踩在脚底下。你可真蠢，我比你早重生了整整4年，我对你做了一切报复，你爱的人，你的名声，你的身体，全被我毁了。甚至如果不是我下毒杀了你，上辈子的你也不会重生到这里。骆玉章颤颤巍巍指着我，一副想杀了我的表情。我冷笑，这样也好，让你亲眼看看我的报复。骆玉章还想说什么，几只蚂蚁已经顺着蜜汤爬到了他嘴边。骆玉章惊恐瞪眼。上辈子骆玉章故意传染给我们的疫病，发作起来全身起疹，瘙痒难耐，脑出血都无法止痒。患者会无知无觉抓破全身，凡是沾染疹子脓液的地方，又会诱发更多疹子，比天花都难治。所以重生之后，我翻了很多书籍，才找到有此种咬了人会让人瘙痒难耐、伤口生疮的毒蚁。我畅快地说，这疮口很熟悉吧？等你死后，会有大夫说你感染了疫病，把你的尸体焚烧干净，尸骨无存。以后你10几个儿子想给你上坟都没地方上，你让骆家丢尽脸面，骆家也不会有人愿意立一关冢祭拜你。骆玉章喉咙里发出啊啊的声音，难看的挣扎着。这就受不了了？身与名俱灭，这是你上辈子亲手挑选的结局啊！我俯身握紧了手中棍棒，前车之鉴，我不会让你活太久。我砸断了骆玉章的手腕，他再也不能提笔写字了。其实有点遗憾，我还挺想看看他得知我做的所有事后会说些什么。但是他若还能向外传递消息，我就该担惊受怕，夜夜不得安眠了。我又往骆玉章身上泼了些蜜水，这才施施然离开。第2日，我一早又去找婆母求情，婆母，夫君1天没吃饭了，想必这次已经冷静下来，绝不会再说些冲撞宫中的胡话了，婆母就放他出来吧。婆母盯着桌上的清粥小菜，揉着脑门，不行不行，莹儿，你回去吧。他又吩咐下人都盯紧了，绝不要让少夫人和小少爷们靠近祠堂一步。我只能1步3回头走了，听见婆母吩咐下人重新上些山珍海味。我是个孝顺儿媳，每日看见婆母都会规劝她饮食清淡，少饮少食，夏日不能吃凉，冬日不能吃辣。如此这般，放着美味却不给她吃，她想要享乐就必须放弃给我立晨昏定省的规矩。我微微一笑，回到院中，装出一副伤神的样子。没多时，我的闺中密友，那位史官的女儿范荣月带着一帮小姐妹找上门来了。范荣月的夫君和小妾买通了稳婆，要让范荣月难产而死。我救下她，又帮她惩治了渣男恶女，她便觉得和我同病相怜，她没再二嫁，跟着我开铺子。如今外界都知，前几日骆玉章趁我不在，豪掷千金买了丹药，今日本来该算铺子分红，我却说有事不出门，她自然就担心我，带着众多姐妹来看我。荣月劝我，莹姐姐，骆玉章不举，也应该算他犯了七出之罪，
你和他和离吧。我摇摇头，夫君吃丹药说胡话，婆母关了他整整1天1夜，我真担心他饿坏肚子。范荣月着急地说，你怎么就不能清醒一点？正在这时，祠堂那边传来婆母一声尖叫，我当即跑出门，夫君出事了。范荣月一群人急忙跟上我，我抿了抿嘴角，有点期待之后市面上会出什么话本子。这2年，民间编排骆玉章的话本子很是畅销，都不用我再花钱请托来写了。就连入京赶考的举子，越能做出讽刺骆玉章的尖锐诗句，榜下捉婿时便越能得到京中贵女们青睐。所以，有的是愿意踩着他求名求利的人。据我所知，跟着荣月来看我的几个姐妹里，就有人写过基本话本子。婆母想以家事为由，让他们主动别看热闹。几位姐妹却都装听不懂，一致站在我身后。我眼里只有骆玉章，婆母站在我面前，眼睛都快抽风了。我也只是大吼一声，夫君，你好惨啊，我真心疼。骆玉章浑身起了不少水泡，浑身爬满蚂蚁，小厮们如何清理都清理不干净，只能一盆水泼上去。骆玉章狼狈，却又说不出话。这时，在场的人也逐渐拼凑出一个真相。骆玉章平日里就到处藏丹药，他在祠堂里用1罐蜂蜜藏了1颗丹药。昨晚他打翻了蜜罐，误引来蚂蚁，遭了殃。婆母叹息，作孽啊！他看着我，到底是他儿子，还是会心疼？我脸眸，要是夫君住他自个院子里，就不会受苦了。谁能料到祠堂僻静，居然生了蚂蚁？婆母一下子闭了嘴。论下来，是他把他儿子关到了祠堂。这次大夫诊治后，为难道少爷喉咙也被蚂蚁咬伤，这已剧毒，他以后怕是不能再说话了。婆母惊讶了一瞬，随即反倒是露出一个放松的笑容。骆玉章一直盯着婆母，见状，他情绪激动地啊喊起来。我扶着骆玉章，低声说，你母亲都放弃你了。我送走大夫，又把看够乐子的荣月一行人送走。婆母声音里止不住的喜意，事已至此，玉章不会说话也是天意。莹儿，你也不要太伤心了，好好照顾他就是。我应了一声。我把骆玉章带回房，居高临下看着他，等死的滋味如何。陆续有妾室来看骆玉章，但没人敢照顾他，毕竟他自从彻底不行后，脾气就暴躁得很。骆玉章这回倒是看见了他的10几个孩子，他眼睛里又爆发出光彩。我嘲讽，这些孩子长大了，只会叫我母亲，感谢我给他们吃穿，还会嫌弃你行为荒唐，连累他们受苦。对了，前几日我说我家旁支想过继2个孩子，你的妾们都来找我，都恨不得让孩子脱离你的姓氏，脱离你这个爹呢。你有无数血脉又如何？没人认你，没人祭拜你，照样绝后。骆玉章说不了话，写不了字，只能拿眼睛瞪我。我哈哈大笑。门外，我的2个孩子说，母亲，我们回来了。我拉开门啊，从外祖家回来了，玩得开心吗？2个儿子搂着我的腰，娘，本来开心的，但听说爹又闹事了。无妨。骆玉章忽然扭动着身体，跌下床来。我安抚了2个孩子，亲自过去扶他。对，2个孩子不是和你生的。我庆幸重生在了刚成婚那天。我恨骆玉章入骨，无法忍受和他圆房，也绝不愿意为他生儿育女。况且，我恐惧他遇事极端、穷凶极恶的性子。老话说龙生龙，凤生凤，我怕即便我悉心教导，孩子还是天然和骆玉章相似。所以，骆玉章混迹青楼楚馆的时候，我精心挑选了人选，然后有了孩子。很奇怪，他明明已经有了不少孩子，刚重生的时候也坚决要休掉我，现在得知2个孩子并非亲生，却还是恼羞成怒，气性可真大。我笑了笑，思恒、凌云，你们的爹就快死了。2个孩子刚满3岁，却已经很懂事。娘，以前您受苦了，以后没有爹，您的好日子终于来了。娘，爹活着也累赘。骆玉章早就成了所有人的负担拖累。骆玉章激动地喊着什么，我安抚他，别急，你死了，我立刻让苏婉给你陪葬。骆玉章眼神恨不得生吞了我。我把2个孩子认字的签字文扔给他，他举起红肿流脓的手指，疼得龇牙咧嘴，却还是咬牙翻着签字文。
我看着他手指点的字，毒妇，不准害婉婉。我轻笑，我不是圣人，我体谅苏婉一个孤女，只能依附骆玉章。所以上辈子婚前，我约他见面，郑重承诺，如果他想做主母，会帮他择良婿，给嫁妆。他说不愿嫁旁人，于是我提前准备了要赠给他傍身的铺子庄子，只等我成亲后，他行纳妾礼的时候给他。他却想出毁掉我清白的毒计，半点活路都不给我。后来他和骆玉章在续前缘后，还想着买通稳婆，趁我生产时害死我。我记得那稳婆是谁，今生想处置她，才发现她正在为荣月接生，这才让我救了荣月一命。这一次我把苏婉送进了宫，宫里争宠远比后宅残酷，不过当今皇后宽容，她在宫中不说大富大贵，只要安分守己，总归也能过主子生活。可是去年宫宴，她故意把酒水洒在我身上，准备让我换衣时给我安个和宫里侍卫私通的罪名。她恨我不全力托举她争宠，恨我只给我自己争诰命，也怕我说出她入宫前和骆玉章有私情。我看着骆玉章，苏婉很早就想杀你了，你死了，她只会高兴，没人知道她的以前了。你没不举的时候，也没见你为她守身如玉。现在知道没活路，又开始申情给谁看？骆玉章的乙毒病越来越重，他只能苟延残喘，直到苏婉生辰那天。这些天关于他的话本子又变多了。那日跟着荣月来看我的姐妹中，有一位是才女，给画本子配了10几张骆玉章被蚂蚁咬的图，十分活灵活现。带图的话本一问世就卖爆了。我特意买了几本给骆玉章看，他气得肺都要炸了。婆母也看到了画本，骚得他好几日不愿出门，偷偷摸摸上梨园，还意外受惊摔断了腿。我向皇后求了恩典，让她允许苏婉出宫探望婆母。婆母又怕又气，又不敢违逆皇后娘娘。我一如既往申请，婆母，我不能让夫君遗憾致死，但是别让婉贵人知道夫君的情况，怕她忧思，露出马脚。婆母点头，显然她一直知道骆玉章和苏婉婚前有苟且。我微微一笑，让人把出气多进气少的骆玉章抬了出来。他缩着脖子，努力想遮住浑身的疮包，但苏婉还是吓得花容失色。他甚至转身轻呕了一下。见到苏婉的反应，骆玉章落下眼泪，然后他不顾宫女太监跟着，直勾勾看着苏婉，用口型喊着苏婉的名字。婆母拼命咳嗽，苏婉坐立难安，骆玉章始终不肯收敛。我故意酸溜溜低声说，夫君前几日神志不清醒，就一直喊你的名字，没想到今天也还是如此。苏婉更僵硬了。我不知道骆玉章是死前情难自禁才疯狂示爱，还是又和上辈子一样没有希望了，就拉一个人陪他下地狱。反正苏婉先了结了他。我说婆母一直在咳嗽，担心婆母，要亲自护送婆母回房休息。婆母一直掐我，莹儿，你魔怔了，怎么能让他们单独见面？婆母怕太监宫女听出端倪，不敢大声。我充耳不闻。等安顿好婆母，回到前厅，苏婉惊恐地站在一边。刚刚骆玉章突然跌倒，死了。是你杀人！我坚决要求报官。苏婉不知道，皇后娘娘还给了我一个恩典，她听说我恨不得也抓蚂蚁来咬我，也中毒来以身试药，所以安排宫中太医们对骆玉章会诊。就在苏婉的马车到骆府前一刻，太医刚走。太医当时说，骆玉章已经没办法动弹，他吃过的丹药太多，中毒太杂太深，所以骆玉章怎么可能自己跌下轮椅？苏婉辩无可辩。况且我请了仵作验尸，骆玉章是憋气而死，他口鼻中残存的香粉，只有苏婉帕子上有。那年苏婉在尼姑庵偶然学到一项独门调香手艺，皇帝很喜欢他调的香，故而他不肯将香送人，调香熏香都要遣走所有下人，悄悄完成。苏婉被软禁，骆玉章还未下葬。右中允王言辞上奏说，骆玉章的伤口有些像他出使潭州时发现的10亿症状，而骗了骆玉章的道士便是潭州口音。上一世潭州水患过后，疫病横生，最终骆玉章故意引疫病者进入京城，让许多百姓遭了难。这一世我提前算计了贪墨铸堤款，后来又贪污赈灾款的潭州知府。
并且额外捐了些银子，让潭州等地的泄洪堤坝能够如约建成。尽管今年雨水更大，但有堤坝，水患不成气候。疫病也只是小范围爆发，而我早就请大夫配制出克制的药。右中允王延慈便是我曾搭过线的寒门学子之一，我保住了他的家乡潭州，又送了他及时止住疫病的功绩。他很愿意以防疫为由，上奏要求火烧骆玉章的尸体。得益于才女画的那几幅骆玉章皮肤溃疡的图，陛下准奏。皇后说我一直对骆玉章深情不负，所以陛下还特意赐我一些内库珍宝安抚我。赏赐很是丰厚，因为右中允说，我们所有和骆玉章接触过的人也需要幽居在家，观察10几日，看会不会发病。所以我、婆母、骆玉章的所有孩子，甚至骆家所有族人都不能去见骆玉章最后一面。正如我所说，骆玉章会化成灰烬，只留骂名。婆母消沉了好几天，又来拉拢我。他的亲儿子死了，他只能仰仗我的鼻息生活了。我却陡然变了态度，一边控诉婆母不慈，一边状告骆玉章和苏婉婚前私通，联系山匪，算计我清白。我写了血书，字字泣血，说无法相信深爱的夫君婚前竟然有歹毒心思，哪怕他已经死了，也请求赐我和离。证据嘛，当然是我收拾亡夫遗物时发现了他和苏婉的情书，他为苏婉画的像，他们和山匪联络的信物。和骆玉章有关的事向来引人注意，如此多人知道婉贵人不忠，天子震怒。彻查之下，很快找到当年逃走的一名山匪，指证了苏婉。苏婉被赐死，因他也和骆玉章接触过，甚至接触过骆玉章的窗口。右中允尽职尽责上奏，说为了防疫，苏婉也该被火化。皇帝允了，皇后刚嫁给他当太子妃时，也有人试图算计她失贞，没有哪个女子不厌恶这般算计。我得知苏婉也化作焦黑枯骨，这才笑出来，毕竟我重生了，骆玉章被我毒死后也重生了，难保也设计这段爱恨情仇的苏婉不会重生，所以我大费周章让她死透透的，重生也什么都做不了。皇后心疼我，特赐我和离脱离骆家。婆母情急之下中风了，她本就摔断了腿，半边身子不爽利，如今更是半身不遂，吃饭出宫都要人搭手。然而没了我锦衣玉食的供养，骆家那点家底根本不够她吃药。我这时大义凛然地说，仍会照顾婆母和骆玉章的妾室孩子。实则我是去告诉婆母，婆母，谢谢你特意把骆玉章放进祠堂。她终于知道了我的真面目。当晚，婆母点火烧了骆家祠堂，连同她自己一起焚烧干净，连同我翻修骆家宅子时制作的一道随意进出祠堂的木门机关，彻底毁尸灭迹。此后经年，我独自抚养思恒和凌云，他们俩都争气，渐渐再没人提起他们的爹是骆玉章。我一直做着皇商生意，有前世经验，我倒也占住了一些先机。赚来的多半钱，我都捐去修水利工事，或是买草药赠给穷苦人。骆玉章的孩子们按他们个人的天资，我供他们苦读圣贤书，或是学门手艺，不太热络，也不结仇。骆玉章的妾室们，我做主允许他们再嫁，也可跟着我谋生。我和离后和荣月越发交好，我们看到被辜负的女子，就撺掇他们和离。再不济，也要看穿夫君的人品，不要再痴心受骗。到我年老时，还有不少人邀请我去年轻男女相看的春日宴、重酒宴上，为女孩们长眼。我活到了90，寿数极长。闭眼时，我仿佛听见有人说，楚营拯救了万千灾民，不枉让他预知了后事。我恍惚记起，骆玉章害我们楚家悉数染病后，我爹娘都站出来说，要自愿试药。我们把囤积的药材全都捐赠出来。最后药石网效，我们一家将所有银钱捐出，请求官府继续医治医民，也主动请求在我们死后焚烧遗体，阻断传播。庄周梦蝶，蝶梦庄周，重生。欲知无妨，我这一世活得足够爽快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